究竟是谁为难谁呢？先将暗示的第三者排除，如何？虽然凭我一人之力也可以，但这也是最方便的选择。你们好歹也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竟然能这般无耻吗？君兄，我来的还算及时吧？虽说我觉得以君兄的能力，就算同时对上你们两人，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就是让人觉得不爽。现在2对2，算是公平。哼，就算你插手，我等也不会放弃岁月稻谷。是吗？那就来试试我的剑锋。我们还是换一个战场，不打扰他们吧。我不会输的。况且，君逍遥并没有凝聚出来未来法相，在这光阴恒河内，我占据优势。都说你混沌肉体无双，我倒要看看是否如传闻中那般。能接下君逍遥一拳，都算是一种荣幸了吗？你的肉身，不愧是圣灵族，内身材料果然不简单。不错，在圣灵族中，你的肉身已经算是比较抗揍的了。接下来也得动真格了。你的手段应该不止这么一点吧？你竟然不懂不避，是在小看我？的确是如此。不过也是想感受一下岁月道时的天赋神术。君逍遥，你的确不负其名，若是在外界，对上你还真是没有丝毫毛。但可惜，你没有凝聚出未来法相，在这光阴恒河内，优势在我。君逍遥，原本我还难以祭出这一神通，但在未来法相的加持之下，终于能施展出来。能见证这一招，你也算是值了。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丝毫不受到影响？不愧为岁月道时所化形的圣灵，倒是多谢你，给了我不少灵感与契机。你身上究竟有什么密码？多谢你显露岁月奥义，作为回报，我可以让你死得干脆一点。最后，君逍遥祭出了逍遥地顶，直接将圣天心震入其中，将其化为本体。这位圣灵族的绝代人物就这样被君逍遥当成了材料，倒是可以借助这岁月道时领悟岁月道运，另外也可以积练神兵利器。然而没过多久，云长渊的身影便是从远处遁来。长渊道兄，你可无碍？没事，那天竺龙君察觉到圣天心的气息消失后，直接是遁离了，想必是怕你驰援我，到时候2打1吧。不过这天竺龙君倒也的确厉害，很是麻烦。对了，那圣天心啊，厉害！我云族能出君兄这么个人物，是家族之幸。接下来，君兄打算如何？应该在此地领悟吧。那行，我在外围替君兄护道。长渊道兄，这岁月道果对我的悟道的确有作用，但君莫也不好独占机缘，这点小礼，你就收下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接下来，君逍遥也是开始准备领悟。时间一天天的流逝，我有点头晕。我们这是已经过了万年吗？还是只过了10天半个月啊？我说叶哥，我靠，叶哥，你纹身了！而且，叶哥你的细节比之前强太多了。小秦子，你看一看你自己。我，这下我们直接弥补了1万年的修炼时间。现在的我们不会比那些绝代妖孽弱。另外，你们在修炼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叶哥，你这样说来，倒是的确有。在沉入修炼的时候，我总感觉像是看到了什么模糊的场景，还以为是自己修炼时出现了心魔幻觉什么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哇，叶女神，你变得更漂亮了。你们难道都没怀疑过，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方世界？哥，
你的意思是？没错，或许我们与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一种因果，而随着我们实力境界的提升，我们也越发有资格去了解那种因果。是前世还是轮回？莫非我的上一世是这个世界的大人物不成？现在还不清楚，但我觉得离我们揭开这个谜已经不远了。这边君逍遥也是和云长渊深入到光阴恒河的深处。这难道就是岁月天梯？岁月天梯，有点意思。哥，怎么啦？希儿脸上有花吗？看来希儿你也是得到了一些不凡的传承。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妹妹。是啊，说不定有一天你能超过我。回兄倒是有点期待了。想超过哥哥你，倒是有点困难呢。不过，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那就让希儿来守护哥哥吧。我应该不至于要吃希儿的软饭吧？豁出去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终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君逍遥突破了此阵，明知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光阴恒河、岁月天梯所映照出的一段过往幻境，但给人感觉仿佛是真的来到了曾经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插手介入的话，那夜雨应该会和陈灵月产生一番交集，然后陈灵月则有可能将这红绳手串送给夜雨。这样一来，在这光阴恒河中，夜雨就会借助这红绳手串联系到某种因果。也就是说，我把这本属于夜雨的因果给截胡了。你是谁？抱歉，不小心误入此地。误入此地？也许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但这的确就是事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插手介入的话，夜雨将会在光阴恒河倒映的岁月中，通过红绳手串与这个小姑娘产生因果。她莫非也与夜雨等人背后暗藏的天命有关？你快走！他们要来了，若是被他们发现你闯入此地，会惩罚你的。远处天际忽然有数道身影御空而来。你是何人？之前引动阵法波动的人就是你？在下玉逍遥，误入此地而已。误入此地？此处乃是我族禁地，你竟然说误入此地，是骗傻子吗？禁地？既然是禁地，那为何会有一个小姑娘在此？外人，不该问的别问。他是怪胎，难道你也是吗？既然如此，我可以离开。慢着，我让你走了吗？不，你们误会了，他真的只是无意中闯入此地，你们放他离开吧。以你的能力，难道看不出他是什么来路吗？你们想留我？无论如何，先拿下你再说。你有种给我等着！像这样的人，就该有人教育一下他们。大哥哥，你好厉害！哦，你看得到我？哦，他们经常欺负你吗？没有。是长老来了。长老，就是他，擅自闯入禁地，想要接触圣女。没有，这位大哥哥不是。你是何人？玉逍遥。一介外人，竟然就这么闯入我族禁地，还打伤了我族人，未免有点过了吧？若真过了的话，他们早已没命。好，像你这般态度的后辈，老夫还是第一次见。既然如此，老夫也只能先镇压你，等你背后的势力来要人了。然而君逍遥同样是一掌轰出，
是我眼花了吗？我看到了什么？连长老都奈何不了那家伙。你在这儿等着。撂下这句话，直接遁空而去。大哥哥，你放心，我对你们并无丝毫恶意。我相信大哥哥。你就这么相信我了？对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叫西月。西月，很好听的名字。片刻之后，再度有一道身影降临此地。这位小友从何而来？要去何处啊？从该来处来，往该去处去。三长老，大哥哥他对我们并无恶意。这我知道，不然的话，他们性命难保。若是误会解除，那么我可以离开。小友既然没有恶意，也没有目的，若你暂时没有去处，可以待在此地。而接下来的时间里，君逍遥也是一直待在这所谓的禁地之中。先生你，长老等人让你过去。大哥哥，我先去办一些事情，很快就回来。过了数日之后，西月回来了。西月，你……大哥哥，我没事，只是被长老等人安排一些任务而已。数次之后，有一天，西月忽然对君逍遥说：“大哥哥，你真好呢。”怎么？你肯定知道西月有些特殊，不然那些人也不会用那样的态度对我。但是大哥哥你却是没有向西月询问任何事情，只是这样陪着西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我自是不会多问什么。大哥哥能陪在西月身边这么久，和西月说话，西月已经很满足了。而且西月也不想瞒着大哥哥。大哥哥，你会厌恶西月吗？其他人都怕我。不会。怎么会？西月，你看不到。大哥哥，我看不到你的未来。是吗？大哥哥，我真的看不到你的未来。太好了。是吗？其实很多人并不想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也害怕知道自己的未来，所以所有人都不愿意靠近我，甚至害怕我。但西月真的不会主动去窥探他们的未来。大哥哥，西月，这一次我想陪你一起去看看。大哥哥，你是在担心西月吗？你也知道，这一次的任务不简单，所以我想一起前去。之后，君逍遥和西月离开这处禁地，他们来到了另一片空间。大哥哥，我先去完成任务了。西月，未来整个苍茫将遭遇不可预测的罕事大劫。在这等劫数中，任何事理都将如水中的浮萍一般。你需要做的就是窥见一角未来，局势究竟如何演变，而我族将如何在这纷乱的大事中自处，找到自保乃至崛起之道。诸位，西月似乎难以承受住，他的生命气息极不稳定。这次的预言对于我族至关重要，不容有失。若西月能成功，将是我族的最大功臣，有任何宝贝都要将他救回来。他很虚弱，
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危。族里会调动诸多资源。我可以救他，放心，我会救他。大哥哥，不要这样的话。无碍，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大哥哥，能帮我摘下丝带？我想看看大哥哥。谢谢你。我会让你尽快恢复。在这之后，时间流逝。西月，你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吗？大哥哥，外面有那么多奇妙的地方吗？你想出去看看吗？出去？我可以吗？我可以带你出去。大哥哥，长老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怎么，不信？我相信大哥哥。不过还没等到他们离开禁地太远，不出意外，前方虚空之中浮现出了一道道身影。你这是何意？只是想带她出去看看。她是我族圣女，需要一直待在禁地，得到保护。是保护，还是囚禁？小子，虽然你来历不一般，但能让你待这么久，已经是我族的仁慈。那如果我非要带呢？那你不论是什么来历，有何身份背景，都得被镇压。大哥哥，算了吧。哦，那如果说我姓君呢？什么？你说什么？我姓君，不知这背景够不够？不可能，君家没有你这么一号人物。无论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既然你想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能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意思？在我族内有一方禁地，名叫九重玉。只要你能通过九重玉的考验，就可以带他离去。大哥哥不要，那九重玉。若是你能通过，那便可以带他暂时离开；若是不行，你还是一个人走吧。好。大哥哥，西月不出去也可以的。我答应过你，自然会做到。随后，君逍遥也是来到了所谓的九重玉。君逍遥没有丝毫的迟疑，步履一迈，便是进入。大哥哥。然而，并没有过太长时间，一道白衣身影再度从那九重玉的入口处出现。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我无碍，我可以带他离开了吗？行。西月是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他感觉很是新奇。大哥哥，西月有时候在想，这是不是一个梦呢？因为也只有在这样美好的梦里，我才能遇到大哥哥吧。西月，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只要能像这样，和大哥哥在一起，走遍万水千山，对西月而言，就心满意足了。西月，也许不久后，我就要离开了。也对呢，毕竟大哥哥是看不透命运的存在。或许大哥哥本身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大哥哥，不论如何，西月都会记住你的，永远不会忘记大哥哥。君逍遥只是笑了笑，最后陪伴了西月一段时间，终于要到了离别的时候。大哥哥，西月想送你一样东西。哦？大哥哥，希望你不要嫌弃。
会嫌弃。大哥哥，西月编了2个手叉，你一个，我一个。只要铃铛一响，即便相隔再远，我们也会再见到。差不多了。不论是莫清霜，或者陈灵月，他们都与曾经的西月有关系。君逍遥心底一叹，他也不是什么犹犹豫豫之人，直接离开了。当雾霭再度散去时，君逍遥来到了一处极为奇异的世界。诸位道友，阁下，你倒是叨扰各位了，只是不知各位道友这是要去哪里？你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位道友，你若不知道，那为何你会出现在此？你们别这样，也许这位公子只是闭关太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位姑娘，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以我的名气来说，见过我的人不少。敢问姑娘芳名？我叫西皇。西皇姑娘，若说我们见过，你肯定是不信的，那就当我们第一次见面好了。这位公子说话倒是风趣，不知公子名讳啊？玉逍遥。原来是玉公子。西皇姑娘乃是凤凰羽族中的绝代妖孽，身负上古玄黄血，未来注定前途无量。不知你们要去哪里？其实我们是要去参加天庭的讲道会。天庭讲道会，一场讲道会竟然能如此兴师动众。你的话真的很无知，你知不知道这次讲道的人是谁？乃是天庭的少主，那等人物是你一辈子都得仰望的存在。天庭少主，我对那天庭少主倒也有一丝兴趣。哼，果然是无知者无畏。不知能否与诸位道友同行？可以，那便一起吧。在途中，君逍遥也是随意与西皇攀谈。怎么感觉玉公子对我好像颇有一些了解？我说过，或许是我与西皇姑娘有缘，在哪儿见过。真不是为了搭讪我才这样说的吗？当然。好吧，我相信你了。终于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君逍遥等人是来到了讲道之地。我等拜见天庭少主。诸位客气了，能与诸位齐聚，在此论道，也是本少主之幸。接下来，天庭少主开始讲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一阶段的讲道暂时落幕。我等谢受少主。他走的也是这个路子。玉公子，你觉得这次讲道如何呀？虽然有所瑕疵，但还算是不错吧。天庭少主愿意与我等讲道，乃是一件幸事。然而，你却说天庭少主的讲道有所瑕疵，当真是无知者无畏。是谁？竟然敢质疑天庭少主讲道？莫非只是为了罗眼球？玉逍遥，你太过无知了。你是何人？敢肆意评价少主殿下？这或许是个误会，我们并没有冒犯的意思。西皇姑娘，你认识此人？说是认识，但其实不过只是偶尔碰到的路人罢了，我们与他无关。没必要解释什么，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吗？你不得如此，没有礼貌。这次讲道会本就是讨论会，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再正常不过。是，属下知错了。麾下本人不知分寸，冲动鲁莽，让道友见笑了。道友说本少主讲的有所瑕疵，那不知可否指点一二？你之前所讲之道的确很是不错，不得不说，理解很深。但可惜，你所有的道皆围绕天道，以秉持天命为核心。但殊不知，天命不可违，然天命亦可夺。道非天语，我心为道。万法归一，归于心。心若不动，道亦无碍。星海万界，皆为泡影。
大道唯一，唯心不灭。这位道友的观点倒是有趣，不过身为天庭少主，自然是站在天庭的立场。我天庭乃是秉持天运而生，顺应天道，万物自然，所以本少主的论道没有瑕疵和纰漏，只是和道友的观念不同，或者说道路不同。没想到今日在论道会上能见到道友这般人物，也算是一种缘。不知道友可愿与本少主交流一二？那位白衣公子究竟是什么来路？竟然能让天庭少主都主动提出切磋交手？上一位与天庭少主争锋的还是君家那位绝代帝女君未央，不过那位可是君家的原始血灵，本就是极度逆天的存在。这位白衣公子又是什么来路，能让天庭少主这般看重，甚至升起战意？我也正有此意。哼，爽快！还不知道友名讳？玉逍遥。逍遥道友，耻笑了。我没看错吧？那玉逍遥竟然真的能与天庭少主争锋？他究竟是什么来路？竟然如此恐怖！不，也许天庭少主只是试探罢了，根本没有祭出真正的手段。那你们又怎么知道那位玉公子尽了全力呢？不错，有意思。你的体质很不一般。应该是你不一般才对，换做其他人，肉身早已崩毁。那就再来试一试。厉害，不错，可惜尚差一丝，是吗？行了，过犹不及。逍遥道友的能力令本少主大开眼界，你不该是籍籍无名之辈。客气了，我们下去吧。当世苍茫，能入本少主眼者寥寥无几，逍遥道友乃其中之一。逍遥道友果然非凡人。接下来不久后，便是我天庭举办命运祭典的时日。逍遥道友并无他事，可否愿意随本少主一起回天庭，参加命运祭典？既然如此，那玉某就不推辞了。爽快！逍遥道友，请。西皇姑娘，一起。这位名叫玉逍遥的公子要名震天下了。这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妖孽？而且还得到了天庭少主的邀请，参加命运祭典。传闻每次祭典开启，天庭的命运天女都会翻动命书，窥探一角未来。若是能够参加命运祭典，将会得到启迪，说不定还有机会把握一丝未来的命运脉络。唉，命运天女毕竟是掌控命书的存在，那可是9大天书之一。而且还是主掌最为全奥的命运。不过我倒是听天庭内部人员说过，这次掌控时书的那位绝世人物也会参加祭典。时书掌控者啊，虽然命书极度逆天，但时书乃是掌控时光岁月之道，也并不弱多少啊。我还听说了，那位时书掌控者似乎对命运天女有所倾慕。当然，
这种人物肯定不单单只是因为好感而倾慕。有传言，若是时书之力与命书之力配合，便可回溯古今过往，掌控时空命运。也就是说，如果时书掌控者真和命运天女在一起了，那他们两人都将会产生巨大的蜕变，生命层级将会完全不同。不过我倒是听说，命运天女别说对时书掌控者了，似乎对任何异性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关注和兴趣。那是自然，命运天女是何等人物，哪怕是做梦也不敢亵渎她呀。天庭界乃是一方难以想象的广袤之界。天女大人，命运祭典将要开启，天女大人该提前做准备了。我明白。对了，天女大人，还有一件事，是叶无声。果然瞒不过天女大人。这是叶无声大人在各处禁区险地采集天地灵物所提炼出来的岁月凝露，说是要送给天女大人。你若想要，自行收下吧。天女大人，没想到连叶无声大人都难以得到天女大人的芳心。难道天女大人真要孤独一世吗？还是说他在等某个人？铃铛响。在论道会后，金逍遥和西皇也是随着天庭少主返回天庭界的核心区域。这就是曾经的天庭。逍遥道友，你看我天庭气象如何？不错。既然如此，逍遥道友还没有一点异动吗？逍遥道友，你大可不必防着本少主，你应该也明白我邀你前来的目的，本少主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你可愿意加入我天庭？在下向来闲云野鹤惯了，不惧无数。逍遥道友莫要误会，本少主不是要让你臣服在我麾下，而是加入天庭，你的地位会很不一般。天庭虽好，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而且与天庭有分歧的势力也并不少。也罢，逍遥道友意下如此，虽然可惜，但也无可奈何。不知是哪位朋友，何必隐于暗处，躲躲藏藏？别！我没有恶意，我只是路过而已，何必这么粗鲁啊？我说你啊，未免有点长得倒是不赖。姑娘为何在殿外鬼鬼祟祟？什么叫鬼鬼祟祟的呀？本姑娘是堂堂正正的暗处关注。我天生拥有寻宝灵觉，能够察觉到天地间机缘至宝的波动。之前感应到此地有特殊的气息，还以为发现了一件什么宝贝呢，没想到竟然是你。而且你似乎有些眼生啊，你莫非是什么至宝化成人形不成？我是人，也许是你的感应出差错了。不可能，就算我的感应出错了，但我身怀宝书，天下至宝皆逃不过本姑娘的法眼。你这么看我做什么？也许是我感应错了吧。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本少女如此有名，你竟然不知道啊？的确不知。行吧，本姑娘不和你计较了。我叫加多宝。你叫什么？还没听清楚吗？本姑娘名叫加多宝。真是不错的名字，给人一种清凉去火的感觉。当然了，世人都称呼我为多宝天女，我可是为天庭出力不少呢。9口仙泉眼，13条仙域灵脉，还有天地神物至宝。其实我对于寻宝也颇有心得体会。哦，你？当然。金逍遥也开始讲述一些他的寻宝经历。在听到金逍遥的诸多故事之后，加多宝也是起了心思。玉逍遥，之后如果有空，我们一起去寻宝，如何？怎么啦？不行？你知不知道，数不清有多少人想和本天女一起去寻宝呢？什么至宝机缘都能得到。
没问题，当然可以。那拉高。对了，我之前在天庭没有见过你，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君逍遥也是将之前论道会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什么？你竟然能和那个变态交手，还没有落败？还好吧，天庭少主的实力也并不简单。看来你之前说的那些故事并不是吹牛啊！命运祭典将要开始了，我们快去吧。终于，天庭的命运祭典将要开启。没想到多宝天女会与逍遥道友在一起，她刚好一起同行。多谢。谢什么？这命运祭典应该不是一般人能参加的，更不要说像我这样的外人了。逍遥道友这就见外了，你可是本少主看中的人，当然有资格参加。哎，叶无声也来了。你说他叫叶无声？他和我一样，都是天书掌控者，不过他掌控的乃是时书，也就是时间岁月之道。叶兄，少主，不知这位道友是？介绍一下，这位是玉逍遥玉道友，乃是在论道会上结识。看来这位道友倒是不简单。哎，命运天女似乎是在看谁呀？那个方向是天庭少主那边。是叶无声，叶无声也在那里。逍遥道友应该是第一次见到我天庭的命运天女吧？她日后将成为我天庭的命运祭司，其地位甚至可以和天庭之主平起平坐，未来将是站在苍茫最巅峰的人。西月乃是天庭的命运天女，掌控命数；加多宝是天庭的多宝天女，掌控宝数。这叶无声则掌控有时数，而后世天庭9大神殿就有命运神殿、多宝神殿、岁月神殿等9大天书，对应9位天书掌控者，对应9大神殿。你感受到了什么？我看到了。看到什么？一条鱼，一条鲤鱼。我好像看到了你。看到了我？什么情况？不告诉你。这什么情况？不妙！不妙！抽走！怎会如此？西月，造化天门，救我！怎么会？怎么会？不可能！很像那时候。你受伤不浅，放开西月！他伤得不轻，我可以助他恢复。眼下还是命运天女的伤势最为重要。逍遥道友，命运天女对我天庭而言至关重要，就劳烦你照顾。你就如此相信我？看你与命运天女之间似是相识，怕是也有一段过往，你不会对她不利。逍遥道友，随本少主来。秦逍遥再度帮助西月酝养伤势。手疼疼了，那件东西还在。血疼多久都无所谓，只要你来就。命运祭典失败。当这个消息传出后，天庭四方的诸多修士都是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既然如此，还有另一个办法。你们难道忘了叶无声吗？他乃是承载天道意志的9位天领之一，也是时间岁月之道的掌控者。若是能让他与命运天女一起修行，时光与命运之道交织，就会产生质的变化。经过一番调养之后，逍遥，多谢你，我好多了。西月，你没事吧？我并不大碍，
多亏了逍遥。逍遥，这俩人又是怎么认识的？莫非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他并无大碍，我们可以离开此地了。哦，对了，有一件事，喜悦是关于你的。结果加多宝也是解释了一番。这是不可能的。我与叶无声虽然同样承载天道意志，有着同样的使命和任务，但关系也仅此而已。这就有点难办了，因为天庭高层希望通过时书与命数之力协同，让你的修为境界更上一层楼。我觉得天庭的选择并没有问题，以时光和命运之力交融，让西月蜕变，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不过，想要以时书之力让西月蜕变，也并非需要那叶无声。不多时，金逍遥一行人来到了天庭深处。抱歉，诸位大人，这次命运祭典失败，是西月全责。好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你未来将是我天庭最为重要的人物，不能有丝毫差错，所以你也需要继续蜕变，但是却不能拔苗助长，透支你未来的潜力。所以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想法，这样做对你和叶无声都有好处，也对我们天庭的未来有所好处。西月会继续努力修行，但这种事勉强不来。西月，我知道你有努力，但是我们身上承载着特殊的天命，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天庭，乃是苍茫众生而修行。将自己的私欲包裹得如此冠冕堂皇，看来天道的眼光也不过如此。君逍遥，你休得血口喷人！逍遥道友的确略有失言，不过也多亏了他，才没有让命运祭失误。万各位见谅。无论如何，退一步说，你觉得你配？当然，我与西月同为秉持天道意志的天命人，有何不配？是吗？看来你对自己很有自信。既然身为天命人，那打败我这个无名小卒应该不在话下。就连我都打不过，那你这天命人倒也有失身份。你要与我一战，再不得。既然如此，那就好，两位可以切磋交流，但还是希望点到为止，不要真伤了心。秦逍遥与叶无声一战的地点就在举办命运祭典的所在地。什么？竟然有人要与叶无声大人交手？叶无声大人是何等人物啊？受天命所中，执掌天书，更修有岁月之道。即便是与天庭少主交手，亦是不落下风。话虽如此，能不能与逍遥也不简单啊。天文在命道会上，他与少主交手，也并未显露颓势。在命运祭典上，是他出手压制了暴乱，而且似乎与命运天女有所关系。若不是那位玉逍遥曾与天庭少主交过手，今日这一战真是没有丝毫看头。是啊，天道所中之人，不是一般人能与之相比的。竟然有人要与叶无声一战，有意思。见过周灵大人。不过这样也好，刚好可以看一看叶无声如今修为如何了。就算其他人不出手，我也定然会出手。怎么可能让叶无声得到西月？周灵大人出现了，他是想借助这一战探查叶无声大人的底细吗？周灵，你来做什么？没想到秦苍武大人也来了。怎么，这般大战我不能来？哼，你是想窥探无声的神通手段？哼，说不定今日叶无声会折戟沉沙呢。以无声的实力，你觉得可能吗？哼，那位就是玉逍遥，果然有些不凡呐。二位，切磋交流适可而止，倒是不必大打出手。若有一人出了问题，那都是一种损失。来，
那是什么？星辰之力？怎么感觉有点像万星飞仙殿的星辰秘法？怎么会？无声他，我这样做是告诉你，直接拿出真本事，无需试探，不然我会很无聊的。星辰之力虽强，但又如何能与时间之力相比？哼，这样才有意思。放心，我不会让你无趣。谁和你说我只有星辰之力？那股意境，莫非是剑道天心？他还是一位剑修。这就是你身为天书掌控者的能力。你的确远远出乎了我的预料，不过得天所眷的天命人是不会败的。世间有始有终，连天道都有衰朽的一天，靠天无用。哼，无知者无畏。那么便让你见识一下识书的威力。这一战还要继续吗？要不便适可而止。叶兄，说是切磋，但你有些过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再继续下去，就真的伤了和气。你们的讲法倒是不错，但可惜，以叶无声的实力，似乎并不能给西月带来多大的蜕变。不过我可以保证，我有办法令西月蜕变。他日后主持命运祭典，不会有丝毫问题。你能让西月蜕变，这是何意？不如就给逍遥道友一个机会。日后若是命运天女不能蜕变，那再做其他打算。玉逍遥，你究竟是何来历？不对，应该说你究竟是什么存在？识书之力不可能没有用，还是说你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既为天命人，那就好好完成你的天命，不必去想多余的事情，也不必去纠缠不可能有结果的人。但这之后，加多宝要让君逍遥陪他去某处秘境寻宝，而在此之间，西月也是待在他的修行地。命运天女，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玉逍遥是谁？少主此言何意？玉逍遥，便是玉逍遥。你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比如他的来历之类的。他是不是叫君逍遥？呵，你可别误会，本少主可没有如天女这般有能看透他人命运的能力，只是猜测这位逍遥道友是不是与君家有关。因为之前在论道会上，我觉得逍遥道友的观点与君家倒有些不谋而合，只是不好主动询问。我觉得以命运天女你的能力，或许能看出一二，不过倒是没想到你与君逍遥道友还有所因果。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种传说中的体质——命运虚无者。这一类人的命运无法被把握、看穿，仿佛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异类。其实我也只是单纯好奇，毕竟君家似乎并没有这样一号人物。那他究竟来自哪里？还是说，莫非真如叶兄说的那般，根本就不存在？而在这之后，天庭少主却是找到了君逍遥，想再与他小聚一番。逍遥道友，此地景色如何？群海壮阔，星辰万千，的确是绝景。是啊，即便是如此壮阔的景色，也不过是我天庭的一角罢了。我天庭真正的景色，乃是整个无垠的苍茫星空。天庭如今已经是苍茫1等1的势力了，看的风景还不够多吗？逍遥道友此言差矣，苍茫的水很深，我天庭远未达到那种号令群雄的地步。其他那些隐藏势力、家族就别说了，光一个君家一方家族，声威就不弱我天庭分毫。虽然知道君家来头甚大，但也未免令人叹息。所以少主这次邀我相谈的意思是，未来的苍茫
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结束。而天庭秉持天道意志，正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孕育建立而起的超然势力。本少主真的很欣赏逍遥道友，说我们能携手，或许未来能摆平一切风浪。到时候，这苍茫的无尽繁华，尽入我二人之眼。倒是多谢少主好意，可惜，相比于酒，我更喜欢茶。若无他事，玉某之后还需辅助命运天女修行，就暂且告辞了。君道友，或许我们还会在后世相见，到时候是敌是友，可就难说了。好酒，逍遥道友不喝，有点可惜了。后事，这杯酒，君某会请回去。离开后，君逍遥直接找到了西月。是吗？可是如今的你，不再是那个需要我帮助的小女孩。你现在是命运天女，是受天道所中之人，是为了天庭的命运大祭司。的确，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或许是因为西月一直忙着演的原因，所以我眼中的风景一直都没有变。对了，我说过要助你蜕变修行。接下来我会显化时间奥义，与你的命运气息交织。逍遥，我们开始吧。西月的后事是，多谢你，逍遥。从当初到现在，似乎一直都在依靠你。你又要离开了吗？这一次又要等多久呢？我可以继续等。不必，因为逍遥，你不必多说什么，只是我愿意而已。我会继续等，等到你回来。西月，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相隔有多远。逍遥，你忘了我是执掌命书的命运天女吗？就算是隔着漫漫岁月，隔着命运，只要铃铛响起，我们就会再相见。君逍遥离开了，周围再度涌起茫茫大雾，淹没了一切景色。当雾霭再度散去时，君逍遥再度回到了岁月天梯之上。怎么会？竟然是这样？难道这就是真相？我是曾经的叶无声，天庭8大天王之一的岁月天王。我竟然是那叶无声的轮回，怎么可能？我就是我，是夜雨。而且，就算我是那叶无声的轮回，那我又为何会出现在玄机星？此间的事情太多了，曾经的历史也绝非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对，造化天门，没想到你竟然是曾经天庭的仙器之一。是啊，我早和你说过，我很不一般。可惜，在那场颠覆苍茫的大劫之中，我与你一起战斗，最后也是遭到了重创，只能遁入你的灵魂意识深处。直到你再度来到了这个世界，有了熟悉的天地气息与规则，我才开始逐渐苏醒。既然如此，那我为何会出现在玄机星？还有秦琼他们也都是如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是清楚所有事情。那时候我已经遭到了重创，后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去到那个特殊的世界的，我也不清楚。但我觉得，如果非要找一个理由，那应该与命运大祭司有关。命运大祭司，西月，与西月有关。不错，命运大祭司掌控命书，那是最为深不可测的命运。怕是只有他
才有可能将你们与那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你们总共有9人。你说我们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世界，是因为西月，也就是诗诗？其实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如果你真想知道情况，还是找到他比较好。找到他？不管这究竟是不是真的轮回，这一世是我和诗诗的故事，与西月和叶无声无关。诗诗也不是那样的人。那君逍遥究竟看到了什么？不会也知晓了我的底细吗？看来叶雨已经知道了一些过去，那么之后他要做的，应该是得到天庭的支持，还有就是找到与西月对应的那位穿越者。没有理会叶雨，君逍遥继续迈步，踏上了更上一层的岁月天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雾霭再度散去，君逍遥又来到了一方奇异之地。这里是……你是谁？想做什么？如果我说我是无意中来到此地的，你们信吗？无意中？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有多严重？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姐姐，这样不好吧？这位公子看上去也不像是故意的。哎呀，你呀，连人卖了都要给人家数钱，这能以貌取人吗？可这位公子看上去的确不像是坏人。你不会看上他了吧？没有，怎么会呢？哼，看来你并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才无知者无畏。所以你们是……既然你忘了，那本姑娘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我叫君月寒，这是我的妹妹君月溪。怎么，现在听到我们的名字害怕了吧？若是把你这登徒子告诉家里人，你怕是要完蛋了。姐姐，你忘了家族的叮咛吗？除非是外人欺负挑衅我们，不然我们也不能拿家族的名头去压别人。这位公子真的不像是坏人的样子。行吧，看在妹妹的份上，这一次就放过你，下次可别再走错了哦。你们要回去吗？可否带我一起前去？你说什么？要我们带你回去？你是真不怕我君家，还是没听说过我君家的名儿？不对，只要是在苍茫的生灵，应该没有不知道的人。这位公子，其实这里不是我君家的家族驻地，而是一处妖孽营。妖孽营？那要不就带他去见堂兄吧。那行，你就跟我们走吧。在双胞胎的引领之下，君逍遥也是来到了这片区域的深处。谢和堂兄。哦，怎么了？这位道友是？啊，是这样的。君月寒也是简单说明了情况。我观这位道友，倒也不像是那种蝇营狗苟之辈。不知道友姓甚名谁，从何而来，来自哪方势力？在下玉逍遥，无意中来到此地。原来是玉道友。我观玉道友对所谓的妖孽营似乎并不太熟悉啊。的确，在下并不太清楚情况。你不会是在哪个旮旯角落里闭关了10万年的野人吧？姐姐，不要随便嘲笑别人。我看这位公子的确是真的不清楚状况。道友无需介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那便多谢君道友了。原来如此。其实我们所在的妖孽营并不算特别大，虽然也能和一些对手切磋，但终归还是有限的。星河堂兄可是这座妖孽营的第一呢，当然，我们姐妹俩也不差就是。让道友见笑了，这第一倒是算不了什么，毕竟没有太过厉害的人在此，而且和家族里面的那些绝顶妖孽乃至原始序列相比，我还差得远呢。也只能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罢了。星河道友，你有话直说无妨。说实话，这处妖孽营已经许久没有新人来了。